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人真正开始走上坡路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很厉害，而是因为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被看见的时机。以前你做很多事没有人懂，你努力，别人说你想太多；你坚持，别人说你太固执；你有能力，却总是被埋在人群里，好像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，整片大地都还在黑暗里，谁也看不清楚你的方向，谁也不知道你其实早就准备好了。可是人生有一种时刻很奇妙，当时间到了，光一出来，很多事情就变了。你过去累积的能力开始被人看见，你过去忍耐的辛苦开始有了回报，你曾经不被理解的选择，突然变成别人眼中的眼光与远见。这就是易经第35卦火地静所要谈的核心。静就是前进，就是上升，就是被推到更明亮的位置。火在上，地在下，太阳从大地之上升起，光明逐渐普照万物。这个卦不是叫你乱冲，也不是叫你一有机会就得意忘形，而是告诉你，当你开始被看见，开始有机会，开始往上走的时候，你要用什么态度前进，才能走得稳，走得久，走到真正属于你的高处。火地进的卦辞说，晋康侯用洗马翻树，至日三阶。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，一位安定国家的诸侯因为有功，所以受到君王赏赐许多马匹，并且一天之内多次受到接见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人因为有能力、有功劳、有价值，所以被上位者看见，被赏识，被提拔，被重用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叫做康侯，不是一般的侯，不是只会讨好上面的人，也不是靠关系上位的人，而是能够让地方安定，让人民安心，让秩序恢复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进卦的前进不是空有野心的前进，而是因为你真的能创造价值，所以你才有资格被推到更高的位置。这一点放到现代人生里非常重要。很多人一听到晋升、升官、出名、被看见，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要怎么表现自己，我要怎么让老板注意到我，我要怎么让更多人看见我。可是易经告诉我们，真正稳固的上升，不是先问别人为什么不看我，而是先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被看见的人？你有没有真的解决问题？你有没有让事情因为你而变好？你有没有在混乱中带来秩序？你有没有在别人只想逃避的时候站出来承担？如果有，当时机成熟，光自然会照到你身上。可如果你只是想被看见，却没有真正的内容，就算短暂被推上去，也很快会被看穿。所以晋卦谈的不是单纯的好运，而是有德有功之后的被看见。这也是很多人最容易误会的地方。你以为这一卦是在说前途光明，其实它更深一层是在提醒你，当光照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大象传说，明出地上，静，君子以自昭明德。太阳从大地之上升起，这就是静的象。君子看到这个卦象，就知道要让自己的德行更加光明。这里的自昭明德非常关键，不是去炫耀自己有多厉害，不是拿着手电筒照别人的缺点，而是把自己的内在修养、能力、品格、判断力一点一点磨亮，让它自然发光。很多人一旦有一点成就，就急着证明自己，开始说话变大声，开始看不起以前一起努力的人，开始觉得自己懂得比别人多，甚至把原本帮助过自己的人都忘了。这种人看似在进，其实是在走向危险。因为真正的光不需要一直喊自己很亮，真正有学历的人不需要用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。火地静真正要我们学的是在上升的时候保持清明。你可以前进，但不能忘本；你可以被重用，但不能傲慢；你可以站到更亮的位置，但不能让光变成刺眼的火。太阳升起是照耀万物，不是烧毁万物。一个人的成就如果只照亮自己，那叫自我膨胀；如果能让身边的人也得到方向，那才叫真正的静。所以这支影片想跟你深入谈一个主题，
当你的人生开始往上走，最重要的不是冲得多快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被看见之后，仍然保持德行、分寸与清醒。火地进的6个爻，就是在讲一个人从刚开始想前进，到真正被肯定，再到前进过头可能出问题的完整过程。它不是只有告诉你可以进，它也一步一步提醒你，不同阶段的前进要用不同的方法。初六说，静如、摧如、贞吉，往复欲无咎。这一爻讲的是刚开始想要前进，却遇到阻碍。你很想往前走，可是被压住、被挡住，甚至没有人相信你。你的能力还没有被承认，你的想法还没有被接受，你的努力还没有得到回报。这时候最容易产生2种反应，一种是灰心，觉得算了，没人懂我；另一种是急着证明自己，开始冲撞、抱怨、反击。可是初六告诉我们，贞吉，只要守正就吉祥。往复欲无咎，就算暂时得不到信任，也要宽裕一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怨，不要把自己逼到失去风度。这一爻放在人生里，就是当你刚开始想要升迁、创业、转型、表现自己，却发现没有人理你时，你最该做的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继续把自己准备好。别人不相信你，不一定是恶意，有时候只是你还没有拿出足够的成果。有时候不是世界看不起你，而是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。所以遇到初六的情况，建议你先不要急着求结果。你可以争取机会，但不要用情绪争取；你可以表达自己，但不要用怨气表达。这时候最重要的是累积证据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，而不是要求别人马上相信你。因为真正能让你往前走的，不是抱怨，而是你在低位时仍然守得住正道。六二说，静如、愁如、贞吉，受资戒福于其王母。这一爻很有意思，他说你正在前进，可是心里却有忧愁。照理说要进步了，应该高兴才对，为什么会愁？因为这种前进还不是很稳，你可能得到了一点机会，但还不确定能不能把握。你可能被人看见，但也开始承受压力。你可能知道自己快要上升了，但心中有很多不安。这就是很多人在事业、感情、人生转折中常见的状态。当机会来了，不一定只有兴奋，也可能有恐惧。你会担心自己不够好，担心别人期待太高，担心走出去之后回不了头。这种愁不代表你不适合前进，而代表你开始意识到责任。六二说，只要守正仍然吉祥，而且会得到戒福，也就是很大的福分。这个福来自王母，象征一种深厚、稳定、能滋养人的支持力量。用现代话说，就是你在前进的过程中会遇到贵人、长辈、制度、资源或某种成熟的力量来支持你。所以当你在前进中感到焦虑，不要马上解读成坏事。有时候焦虑只是提醒你，这次的机会很重要，你需要更谨慎。这时候的建议是，不要因为害怕而退缩，也不要因为不安而乱做决定。你要做的是找稳定的支持，找有经验的人请教，建立更完整的计划。当你心中有愁，反而更要守正，因为守正会让你得到真正可靠的帮助。六三说，仲允悔亡。这一爻很简洁，却非常关键。众人都认可你，后悔就消失了。这代表你经过前面的努力、忍耐与准备，终于得到群众、同事、团队、客户或身边人的支持。在人生中，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说可以就可以。你想当主管，下面的人不服你，那个位置就坐不稳。你想创业，客户不买单，再好的想法也难以成立。你想推动一个计划，团队不支持，你一个人也走不远。六三的仲允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前进不是只有上面赏识你，也要下面、旁边、身边的人愿意认可你。这一爻带来的提醒是，当你开始被大家接受的时候，你要懂得珍惜这份信任，不要把众人的支持当成理所当然。
很多人刚被认可就开始摆架子，觉得大家支持我是应该的，觉得我本来就比你们强。结果原本的支持很快变成反感，原本的信任很快变成观望。所以遇到6-3的状态，建议你要更加重视沟通、合作与信用。别人愿意相信你，是因为你过去的行为让人安心。你要继续让人安心，而不是开始让人害怕。当你能把自己的前进变成大家都能受益的方向，你的悔恨自然会减少，你的路也会越走越顺。9-4说，静如石鼠，真利。这一爻是进卦里非常重要的警告。石鼠是一种贪多、胆小、躲藏的动物形象，它想前进，却不是光明正大的前进，而是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，贪心又不安。这代表一个人到了某个位置之后，开始想要更多，但他的德行和格局跟不上他的欲望。这种人在现代其实很多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努力，实际上是想钻漏洞。表面上说自己为公司好，实际上是在算计自己的利益。表面上说自己有远见，实际上只是害怕失去地位。9-4不是没有进，而是进的不正。所以真利，就算你坚持，也会有危险。这也要提醒我们，当你走到某个高度，最可怕的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心态开始变形。你开始害怕别人超越你，开始防备身边的人，开始什么都想抓在手上，开始明明已经得到很多，却还是不满足。这时候你的前进已经不再是光明的进，而是贪婪的进。如果你现在处在9-4的状态，最好的建议就是停下来，检查自己的动机。你到底是为了创造价值而前进，还是只是为了抓更多东西？你想要升迁，是因为你能承担更大的责任，还是只是想压过别人？你想掌握资源，是为了把事情做好，还是害怕自己不再重要？当你的前进开始变得偷偷摸摸、焦虑、贪婪、防备，那就是危险的讯号。火地进不是不让你往上走，而是提醒你，光明的路不能用阴暗的方法走。用阴暗的方法得到的位置，最后一定会让你做得不安心。6-5说，悔亡，失德勿续，往极无不利。这是进卦中非常美的一爻。到了6-5的位置，代表已经接近核心，接近尊位，也就是一个人真正来到可以发挥影响力的位置。这时候他说，悔亡，后悔消失了，失德勿续，不要太计较得失，往极无不利，往前走是吉祥的，没有不利。为什么到这个阶段反而叫你不要计较得失？因为真正的大位置不能用小得失来衡量。你如果已经是领导者，还天天计较谁多拿一点，谁少称赞你一句，谁没有照你的意思做，你的格局就不够。越往高处走，越要看大局，越被重用，越不能被眼前的小利小失牵着走。6-5代表一种成熟的前行，你已经不是刚开始求被看见的人，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与影响力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在证明自己，而是把方向带对，把人心安住，把事情推向更好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某个重要位置，或者即将得到更大的机会，6-5给你的建议是，不要被短期得失困住。有人支持你，有人反对你，这很正常。有些事情得到，有些事情失去，这也很正常。你要问的是，整体方向对不对？你的德行配不配？你的决策能不能让更多人受益？当你不再被小得失绑架，你的判断会更清楚，你的前进会更广。这也是火地进最高明的地方。真正能走到高位的人，不是最会抢的人，而是最不被得失牵动的人。上九说，静其角，惟用伐役，利极无咎，真令。到了最后一爻，静已经走到极点。静其角，角是最尖、最突出、最容易冲撞的地方，这代表前进过头，力量变得刚硬，态度变得强势，甚至开始用冲突的方式推动事情。这一爻说，这种力量只能用在伐役，也就是处理内部的顽固问题，整断内部的乱象。它
它可以有用，但很危险。如果用得对，虽然危险，但仍然吉祥，没有灾咎。可是如果你一直坚持这种刚硬的方式，就会有修令。这放到现代非常实用。有些时候，当你已经走到某个阶段，确实需要强硬。比如团队里有严重问题，制度里有长期弊病，某些人一直破坏规则，某些事情再不整顿就会拖垮整体。这时候你不能永远温和，不能永远讨好，不能永远假装没事，你需要拿出力量清理问题。但是上九也提醒你，强硬只能用在该用的地方，不能变成你的常态。如果你把每一件事都当成战争，把每一个不同意见都当成敌人，把每一次前进都变成冲撞，那你就从光明的劲变成伤人的火。所以遇到上九的状态，建议你要分清楚，现在是真的需要整顿，还是只是你太急、太硬、太想证明自己。如果是该处理的问题，就要果断；如果只是自尊心作祟，就要收敛。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不会强硬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强硬，什么时候不该强硬。把6个爻合起来看，火地静其实完整描述了一个人上升的过程。一开始你想前进，却被阻挡，没有人信你，所以你要守正，不要急。接着你开始有机会，但心中忧虑，所以你要稳住，寻找真正可靠的支持。再来，众人开始认可你，你要珍惜信任，不要骄傲。然后你可能开始贪心、焦虑、害怕失去，所以要检查自己的动机。到了高位，你要放下小得失，用更大的格局前进。最后，当力量走到极点，你要懂得强硬可以用，但不能滥用。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吗？刚出社会的时候，我们想被看见，却没有人相信。努力一段时间后，机会来了，我们又开始怕自己不够好。等到真的被认可，我们又容易忘记谦卑。位置再高一点，我们开始害怕失去，开始抓紧权力。再往上走，才慢慢明白，真正的成就不是得到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承担多少。最后你会发现，力量越大，越需要节制；位置越高，越需要光明。所以火地进最深的智慧，不只是告诉你你会进步，而是告诉你你要配得上你的进步。很多人都想要更好的机会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承受更好的机会。很多人都想被看见，但不是每个人被看见之后还能保持清醒。很多人都想往上爬，但爬到一半才发现，原来高度带来的不只是掌声，还有责任、压力、检验与诱惑。火地静这一卦，表面上是旭日东升，是前途光明，是被赏识、被提拔、被重用，但它真正要我们记住的是，光越亮，影子也越明显。当你还没有被看见时，你的缺点可能没有人注意，但当你站到光里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看得更清楚。你的能力会被看见，你的傲慢也会被看见，你的功劳会被看见，你的私心也会被看见，你的光明会被看见，你的阴暗也藏不住。所以静卦不是单纯的祝福，它也是一场考验。它问你，当你开始上升，你会变得更光明，还是更自大？当你得到机会，你会承担责任，还是只想享受掌声？当你被人看见，你会照亮别人，还是只想让所有人仰望你？一个真正懂静卦的人，不会只想着我要往上走，而会先问自己，我能不能让我的上升变得有意义？因为最好的前进，不是踩着别人往上爬，而是你往上走的同时，也让更多人看见方向。人生有时候需要等待，有时候需要进取，有时候要忍耐，有时候要发光。火地静告诉我们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不要害怕光，也不要滥用光。你要做的是让自己的明德越来越清楚，让自己的行动越来越正直，让自己的前进越来越值得。最后，把火地静送给正在努力往上走的你。如果你现在还没被看见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也许你的太阳还在地平线下，但只要你没有停止准备，光
迟早会升起。如果你现在刚得到机会，请不要被焦虑喝退。真正重要的机会通常都会伴随责任感，你只要守住正道，会有人支持你。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上升，请记得，越往高处走，越要谦卑，越要清醒，越要把自己的德行照亮。因为位置只能让人看见你，德行才能让人信任你。这就是火地镜给我们的人生提醒。真正的晋升不是站得比别人高，而是你站到光里之后，仍然能成为一个光明的人。如果你最近也正面临一个想要前进、想要突破、想要被看见的阶段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分享，你现在是在等待机会，刚得到机会，还是已经走到需要承担更多责任的位置？你觉得火地镜最提醒你的是哪一句话？也许你的故事正好也能照亮另一个正在努力往前走的人。